中给我和表姐留下了2串吊坠，表姐却抢先挑走那串丑陋的紫檀吊坠，反而将精美华丽的吊坠留给了我。只因上一世7天后末日降临，所有动植物和人类开始疯狂变异，就连2串吊坠也开始发生异变。表姐抢先选的那串翡翠吊坠觉醒了空间，但除了可以当个移动仓库外别无他用，而我戴的紫檀吊坠看似平平无奇，但却让我觉醒了治愈系异能，就连血液也成为了可以给感染者解毒的神药。我也顺理成章成为了末世小队的团宠。表姐得知后极度疯了，拉着我跳下高楼同归于尽。我们一同回到了挑选吊坠那天，这次表姐抢先选择紫檀吊坠就戴在身上，眼里满是庆幸，而我识趣的拿过翡翠吊坠戴在身上，心中暗喜，拿吧拿吧，那些可怕的日子很快要降临到她头上了。我回到出租屋的第一件事就是滴血开始让翡翠吊坠认主，随着一阵耀眼白光闪过，下一秒整个人就进到一望无际的空间里来，四周都是白雾，只有我站的一小片区域明亮。随着我一点点摸索，发现这个巨型空间只要放了东西的地方就会白雾散尽，并且里面的时间是完全静止的，也就意味着无论放多少食物进去都不用担心变质情况。于是我将家里所有的菜放进空间里，然后拿出手机对着各种借贷软件疯狂操作。7天后大家都得忙着逃命求生，根本不用担心有人催我还款。我将弄来的所有钱打造了一个舒适的屋子，接着又成箱的购买了大量物资，6大桶纯净水，6箱预制菜料理包，压缩饼干，各种零食药品等等，将它们通通收入空间后，我租了一家人烟稀少的郊区民宿，静待末世降临。另一边，同样重生回来的表姐沈幼楚也在囤积物资，但和我不同的是，她只是象征性买了一些喜欢的吃食，随后将剩下的所有钱买了奢侈品包包和限量裙子首饰。在她看来，美貌要远远比物资更重要。重活一世，她要成为世界的中心，让所有拥有强大异能的男人通通围着她转。很快到了第5天，我刚睁开眼，便感觉到一股凉意弥漫在周围，拉开窗帘，果然屋外一片雪白，10月飞雪，这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。看着窗外，我知道明天大概就要出现感染者了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电视里便不断有新的感染者出现。刚开始专家还安慰大家不要惊慌，做那侃侃而谈，突然一个脑袋诡异形状的工作人员出现在镜头前，然后张开血盆大口朝那名专家扑了过去，一口咬住了对方的喉管。随着一名专家的死亡，将这场末日恐慌彻底推向了高潮，外面的世界一片混乱，我这里却寂静祥和。正当我打算睡去时，门外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里面有没有人呢？快开门，后面有丧尸在追我们，求你救救我啊！里面的人快给老子开门，再不开老子卸了你家门腿。我没有开门，因为透过猫眼我能清楚看见那对夫妻带着的孩子肌肤呈现青绿色，过不了多久一定会被感染。要想在这个末世中好好活着，就不能冒险当烂好人，所以我只是安静地靠在墙上听着外面动静。很快屋外响起一声凄厉惨叫，那个被丧尸病毒感染的孩子狠狠扑向了妈妈的脖子，而那个年轻的爸爸在看到这惊险一幕后，果断抛下母子俩独自狂奔逃命。过了10分钟左右，屋外没什么动静，我这才缓缓打开一条门缝，被感染的小孩正在不远处草坪上慢悠悠地爬行，他的父母恐怕此刻已经异化，遵循着丧尸本能出去觅食了。丧尸病毒虽然会让人类变得强悍，但宿主如果先天太弱小，那异化后的丧尸也不会太厉害，就如那个小孩一样，虽然感染成为了丧尸，但连路都走不稳。我将头发扎好，戴上口罩，还有一次性的防护帽和橡胶手套，然后攥着水果刀，一个疾步跑过去刺了下去。随着一阵翻找，我熟练地将丧尸脑中的晶核取出。正当我打算回去时，灌木丛中突然传来了一道愤怒的声音：你明明不怕丧尸，为什么刚刚不给他们开门？看清对方似曾相识的长相后，我总算记起了这个人，他是前世团队里的一个成员孙梅，异能是毒马，一直暗恋着队长顾思妍很多年，但在加入队伍时，她是有男朋友的。于是在后来一次丧尸危机中，为了救队长顾思妍，她果断把男友推出去挡伤害，害得她被丧尸围住死无全尸。事后孙梅还责怪拥有治愈异能的我赶来速度太慢了。孙梅，我劝你收住自己的圣母心，不然危险到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撂下这句话过后，我转身就准备进屋，却没想到孙梅竟偷偷跟了过来，将膝盖抵住门。我一只手提起斧头，你再敢进来一步，我就囊死你。孙梅被这句话给轰得呆滞，随即反应过来，疯狂喊道：你不能这么自私，外面现在不安全，快让我进去。我就是这么自私。随着砰的一声，门被彻底关上，孙梅被丢在了外面，浑身冒着冷汗。在看清四周真的进不去后，她低声咒骂了一句脏话，然后转头跑开。回到家后，我将冰箱内的食物通通收到空间。孙梅是个很记仇的人，以我对她的了解，她肯定会前来报复，所以我打算离开这里。在我骑着自行车离开1小时后，孙梅果然带着一群人过来了。彪哥就是这里，里面有个女的可漂亮了，身材也好，被称呼为彪哥的男人是地下赌场的老板，同时也是王家的债主。你确定？彪哥狐疑地看着孙梅，你该不会
一转身就跑去报警吧。孙梅脸上堆满了笑容，怎么会呢？彪哥你真会开玩笑，现在外头一团糟，我就算是报警，人家估计也没时间来管。随着一群人上前，对着民宿的门踹了上去。孙梅见状满意的笑了，仿佛在想象开门后狠狠羞辱我的画面，然后下一秒就见一群人气势汹汹的出来了。见状孙梅有些茫然，彪哥你们这是……还没等他问完，被称作彪哥的男人啪的一巴掌甩在孙梅脸上。彪哥我做错了什么吗？孙梅哆哆嗦嗦跪在地上，臭女人敢骗老子，正好屋里没人，来人给我把她拖进去。孙梅露出惊恐的表情，不断挣扎，怎么会这样？大门没关。5分钟之后，惨叫声夹杂着混乱响起，一只丧尸不知道什么时候爬到了门口，然后对准最近的那个人一口咬了下去。见状所有人都吓懵了，孙梅趁乱穿起了衣服，然后慌张往外逃命。慌什么？一群没出息的软蛋，我们这么多人怕什么？随着彪哥的一个眼神，一群人上前用力压住那个丧尸，可在无人在意的角落里，之前第一个被咬过的男人浑身扭成一个诡异姿势抽搐，前一刻还是同伴，下一刻就变成了毫无神智、满脸腐肉的丧尸站起。这一幕即使是彪哥也被吓了一大跳。你干什么呢？别动，少给我装了！孙梅疯了一样的往前奔跑，即使身后屋子传来一阵凄惨挣扎的求救声，她也不敢回头。另一边，在解决完周围的丧尸后，我拿不裹着取出的晶核，在卫生间开始清洗起来，边洗一边感叹：上天怎么不赐个异能给我？就在我打算离开时，旁边屋子却突然传来一响，随着砰的一声巨响，屋子木板门被撞烂。我嗖的一下顺着树干爬到树上，定睛一看，发现不远处一个少女在和丧尸搏斗。那个女生年龄和我差不多大，明媚艳丽，长相气质却十分清冷淡漠。就在我犹豫要不要上前帮忙时，清冷少女竟一把薅住丧尸的脑袋，徒手撕开。见状，我顿时瞪大了双眼，居然真有人能徒手撕丧尸，那得多大力气啊！片刻后我才反应过来，那应该是异能，看样子他应该觉醒了大力士之类的异能。想到这，我有些羡慕。虽然这个异能没有闪电或火焰厉害，但在末世却非常实用。看到对方没有理会尸体，去往另外一处水龙头洗手，我扶着树干小心翼翼地跳了下来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双一次性手套戴上，然后蹲下来在丧尸残躯里开始翻翻找找。好大的一颗能量晶核，简直是捡到宝了！我喜滋滋捧着那颗晶石来到水池旁，开始耐心地清洗。而不知什么时候，刚刚的清冷少女停下了脚步，美眸看向我的方向，满是好奇。就在这时，远处突然传来一响声，我们两人的脸色都变了，估计是这里的血腥味太重，吸引了附近的丧尸往这靠近。只见3个成年人和2只狗缓缓走来，他们的脸上布满了可怖的伤口，令人毛骨悚然。就在我思索着是该逃跑还是和旁边女生拼一把时，其中一只丧尸犬朝着我直直扑了过来。随着清冷少女一脚踹过，那只丧尸犬重重摔在地上，可没过几秒又开始摇晃着重新爬起。我立刻屏住呼吸，从空间里取出一个铁锹以及一把锋利的西瓜刀，然后对准面前的丧尸一铁锹下去。而清冷少女那边的情况不容乐观，似乎是由于异能者天生更容易被丧尸吸引。趁着间隙，我将西瓜刀递给那个女生，然后喊道：他们的命门是脑袋，谢了。清冷少女点一下头，没有多说废话，接过西瓜刀就对准那只丧尸犬一刀劈了下去。丧尸犬成了2半，脑袋里的那颗晶核也刚好滚落在地。场上顿时还剩下3只丧尸，1只丧尸犬和2个人形丧尸。在将所有丧尸清理完时，我走到女生面前准备扶起她，看到对方站立的手臂，我才知道她也脱力了。刚刚发生的一切那么凶险，但凡彼此之间动了一丁点坏念头，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拉旁边的人去挡伤害，可偏偏2个女生都没有这样做。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可真是奇怪，有时候相处多年的朋友可能会在某一天背刺你，可有时候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却会对你施以援手。就在我们互相搀扶喘回气时，远处趴在地上的德国牧羊犬居然又开始颤抖站起。我已经没有任何力气了，在没有异能的加持下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。你快跑吧，这东西吃我也需要点时间。你往前不要回头，说不定还能捡回一条命。女生的声音轻冷，明明都要死了，神情中却依然透着淡漠，就像一只卡皮巴拉。现在这个局面，逃跑确实是最佳选择，或者直接缩进空间屋子睡一觉，出来时一切都会恢复平静。而看我没有反应，清冷少女有些急了，刚想伸出手去推我，下一秒手里却被塞进了一个冰冷的透明石头。握紧它，这可以让你的异能迅速恢复。我一脸严肃开口。不远处那只丧尸犬晃晃悠悠地站起，泛白的狗眼瞪着这边。随着一阵龇牙，丧尸犬直接径直冲了过来。我高举起铁锹，用尽剩下所有的力气砸下去。就在一人一犬陷入僵持，那只德国牧羊犬准备朝我脸上扑来时，一双洁白的手抓住了它。随着撕拉一声，丧尸犬被撕成了2截。我拔出铁锹，对准它的脖颈用力剁了下去。刚刚让你走，你怎么不走？我从包里掏出2瓶运动饮料，其中1瓶递给了他。跑什么？我如果跑了，你肯定会死。你这人怎么这么奇怪？
生命是多么的可贵，居然会有人愿意为了见一面的陌生人付出性命。我只觉得眼前这个清冷少女脑子有问题，你不也很奇怪吗？放着100%可以逃命的机会不要，还偏要留下来和我一起面对。女生仰头喝了一口水，眼里有清浅的笑意。随着车辆行驶的声音靠近，打断了我们的休息。上来！一段冷漠声音，几乎命令式的语气从车内传出。四目相对，看着眼前这张熟悉帅气的脸，我一下子就认出了眼前的人，正是上一世的队长顾思言，也是那个将我绑起来送去当试验品的罪魁祸首。我低头拍了拍身上的灰，完全无视这句话，正打算开溜，而旁边的清冷少女也下意识跟着我上来。顾思言黑眸如墨，冷冷地看着我们。我不会说第二次，两位小美女，你们就上来呗，跟着顾老大至少末世能安全活着啊。车后座小弟们纷纷开口劝道，混乱末世，强者为尊。刚刚两个女孩是如何杀丧尸的，都被顾思言看得清清楚楚，有勇有谋，身上还有一股不怕死不服输的劲，而且似乎和他一样觉醒了异能，所以顾思言才会将车开过来，甚至屈尊降贵亲自邀请。看着顾思言依旧孤傲冷漠的德行，我翻了个白眼，脚步没有丝毫停顿，径直离去。旁边的清冷少女也紧紧跟着我。顾思言脸色黑到极致，一脚油门踩下去，车影遥遥远去。瞥见他走远后，我立刻回到了刚刚那片狼藉的场所，戴上手套，双手开始在一堆恶心的血肉里翻找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一旁的清冷少女好奇问道。我头也没抬，手上动作不停。少女淡淡一笑，白宁你好，我叫夏婉婉。拾完现场的惊吓后，我和夏婉婉一同坐在公园长椅上歇息。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离开 A 是吗？看着女孩青春洋溢的侧脸，夏婉婉有些羡慕。她有一个秘密，从小就能看见每个人身上的颜色。大多数人在夏婉婉眼中都是灰色和白色交织，平平无奇，可白宁却像个小太阳，盛大而又绚烂。明明都是同龄人，自己却死气沉沉。母亲去世的早，作为父亲私生女的她，遭到所有人的霸凌孤立。末世降临后，她曾想过，要不赶紧成为丧尸的一员算了，没事就逮着人啃，累了就找个地摆烂，或者挂在晾衣绳上随机吓唬过路人。可偏偏这个时候觉醒了异能，力气大的惊人。我打算走一步看一步，就当这个世界是一个游戏副本，能活一天就赚一天。看着我乐观的态度，夏婉婉也不自觉受到感染，紧绷的眉眼舒展开来。小太阳很有感染力。随后我趁热打铁抛出橄榄枝，要不要组团？虽然我不想走前世的路，和顾思言那种人组团，但也不代表愿意一直单打独斗。危险情况下，多个靠谱队友准没错。夏婉婉勾起唇角，浅浅一笑。另一边，表姐沈幼楚被吓得尖叫出声，只是睡了一觉，一楼客房就混乱一片。她的小姨更是抱着3就在啃，明明库房已经堆满食物，而且大家也听了她的话，没有跑出去，可为什么还会有人染上丧尸病毒？沈幼楚脸色煞白，转身朝着大门方向跑去。幼楚，你去哪里？沈父被挤在人群中，在后面大声喊道。话还没说完，一只完全异化的丧尸就逮住沈父的脖子狠狠咬下去，惨叫声响彻整个大厅。沈幼楚没有丝毫停顿，只要自己安全，他才不在乎要牺牲或者丢下哪些人。同时他又有些庆幸，幸亏之前把亲戚全部喊到自己家，现场人多复杂，自己多了不少逃命的时间和机会。就在这时，一只血淋淋的手掌猛然攥住沈幼楚的脚踝，冰冷黏腻的触感吓得沈幼楚一声尖叫，脚下丧尸趴在地上，整张脸被咬得血肉模糊，正是他的大姨夫沈志。走廊一旁的沈母本来也害怕至极，但看见女儿被丧尸抓住脚，他也顾不得什么，直接冲上前踹过去。滚开啊，恶心的东西，不要靠近我女儿！沈母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气，还真就把沈幼楚成功解救出来。而听到动静，身后的丧尸全都闻着味儿朝他们追来。幼楚弟媳妇，你们快点！成功逃出来的大姑刘芳站在房门外焦急呼喊，眼看着就要跑到门口，身后的丧尸也扑了上来。下意识的，沈幼楚一把扯过身旁的老妈，将她往后一推。毫无防备的沈母脑子还是懵的，直到被丧尸咬伤的痛楚传来，她才猛然清醒。幼楚，救救妈妈！沈母浑浊的眼里落下一滴泪，看着陆陆续续的丧尸扭着脑袋靠近，沈幼楚一狠心，直接迅速关上大门，任凭沈母在里面如何凄厉呼唤，也换不回女儿的心软。沈幼楚低下头，紧紧攥着拳头，眼底闪过一丝狠厉。妈妈，我不想死。她抬手轻轻抚摸门栓，所以妈妈替我去死吧。整理完情绪后，沈幼楚一瘸一拐地往外走。姑姑，走吧，好好的。刘芳低着头，有些结巴，根本不敢去直视这个乖侄女。刚刚的一幕简直震撼了她的三观，但她又不敢多说什么，生怕得罪自己这个心狠手辣的侄女，惨遭放弃。不知为何，这个时候突然很想念起自己的女儿白宁。刘芳活了一辈子，开始的时候想要靠丈夫，结果丈夫跟别的女人跑了，后来想依靠弟弟，把弟弟一家当做自己生命里唯一的依靠，即便虐待自己的亲女儿，牺牲掉她
他的利益，也要处处讨好弟弟一家。可是末世来临，他发现到头来只剩下亲女儿白宁可以依靠了。另一边，在确定要和夏婉婉互相扶持后，我就将空间里的食物分了一些给他。我们两个，一个有用不完的物资，一个有力量系异能，一路上并肩作战，斩杀了不少丧尸。夏婉婉从不贪心，即使知道我没有异能，分好金盒后也只拿走属于自己的一半。很快，我们来到市中心的一家超市门口，刚踏进超市里面，就闻到一股浓郁的血腥腐臭味，里面一片漆黑。我从空间里摸出一个手电筒，两人借着光亮继续往前走，发现食物区被人扫荡干净，剩下的倒得乱七八糟，和各种内脏混在一起时，夏婉婉只觉得恶心，只好放弃了食物，来到服装区，反正有白宁在，食物拿不拿对她无所谓。本来末世到来，夏婉婉也没指望以后能吃上热乎食物，可直到上午白宁直接给她掏出一盘惠灵顿牛排，以及一盘新鲜的水果拼盘，还有各种精致又昂贵的食物出来后，她顿悟了，以后跟着这位小姐妹，就算是末日也能将日子过得体面。夏婉婉比我高了10厘米，1.7米和1.6米的组合，像个北方姐姐在带着南方妹妹。虽然我空间里囤了很多4季的衣服，但按夏婉婉的体型来说是绝对穿不上的。在将夏婉婉挑的一些衣服收进空间后，我们出了超市，又去了不远处的一家大型商场。刚进门就遇上一个单手的可不丧尸，下一秒就被夏婉婉解决。随后我掏出一次性手套，轻车熟路的开始掏金盒。当初这种一次性的橡胶手套，我购买了100多箱，一箱里头刚好有100盒，一盒里面刚好又是100双，所以我用一双丢一双，丝毫不用担心不够用的情况。在判定这里还算安全后，我和夏婉婉决定分开行动，搜寻物资。深入里面，我听到角落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是谁？我将铁锹高高举起，时刻警惕着里面的东西。随着柜门被打开，一个女生颤颤巍巍从里面抽泣着爬出来。看清对方的样貌，我顿时松了口气。女孩是末日前我去买护肤品时耐心为我介绍产品的年轻女生，最后还好心把全部东西送到我住的地方。我将手电筒对准赵小小，确定她身上没有可疑伤口和血迹后，这才上前伸手扶着她站起。女孩脸色惨白，眼里布满红血丝，看样子突如其来的末世让她心里受到了很大的刺激。要不要喝点水？我注意到她嘴唇上全是干裂的口子，随后将矿泉水拧开递给她。赵小小眼睛一亮，一口气喝了大半瓶水才停下，大口喘着气。没事，安全了，水不够我这还有。我语气轻柔，轻轻拍了拍她肩膀，像是触动了什么防线。女孩哇的一声靠在我肩膀上大哭起来。她胆子小，在末日来临时就一直躲在柜子里不敢出来，天知道她有多饿多怕。好在上天眷顾她，在生命垂危时让一束光射了进来。见我带了个活人过来，夏婉婉顿时瞪大了双眼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将赵小小放在沙发上，然后大致和夏婉婉解释了一下情况。她胆这么小吗？宁可活活把自己困死，也不敢出去赌一把。说着，夏婉婉瞥了一眼赵小小，听到我们的对话，赵小小在一边把头低得更低了。原本还指望这个女生带自己一起，可现在他们一定觉得自己是个拖油瓶累赘吧。赵小小已经接受了肯定被抛弃的命运，甚至已经开始在脑子里盘算，要不要拿指甲刀给手指划破，然后去地上取点丧尸血液抹在伤口上，这样睡一觉，他安静的变成丧尸，应该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下去了吧。他可真是窝囊啊，就连死法都只敢选择这种窝囊的方式。就在赵小小纠结该划破哪根手指时，一个背包递到了他面前。我拿着兔子背包，神情淡然，里面给你塞了很多压缩饼干和面包，果然是要被抛弃了呢。赵小小脸色惨白，伸手接过背包，低声道谢。就这样，在吃饱过后，女孩一觉睡到自然醒，在发现自己并没有起来值班后，她有些羞愧，抱歉啊，可能是我睡得太死了，所以没听见你们喊我。没事，我毫不在意，摆摆手，我们本来也没叫你。在赵小小一脸呆滞的表情中，我从背包里直接掏出了热气腾腾的灌汤小笼包、3碗酥挂面和2节油条，还有3杯红枣豆浆，瞬间把他看得目瞪口呆。那是多啦 M 的口袋吗？简直太玄幻了。吃过早饭过后，夏婉婉开始掏出金盒吸收能量，被他面前一堆大小不一的晶石吸引住。赵小小有些好奇，你在做什么？这个石头我可以摸一下吗？夏婉婉没说什么，直接挑了个最大最亮的晶石递给了他。晶石看起来很漂亮，赵小小放在手心来回把玩，他感觉像喝了冰汽水一样，全身都凉凉的，很是舒服。这个石头是什么东西？赵小小拿着好奇询问。我在一旁低头看着手机，头都没抬就说道，是丧尸脑袋里挖出来的，可以被异能者吸收。话还没说完，就听到咚的一声，赵小小把石头丢了出去，还有他被吓到变音的尖叫声。丧尸脑子好物！我掀起眼皮，随意的看了一眼，下一秒瞬间呆住。
赵小小，你也是异能者。听到声响，夏婉婉也暂停了吸收晶核，看过上半身过来观望。在3人面前，那颗原本还很大的晶石，现在已经缩小了1小半。而能量晶石只有在异能者的手中才会被消耗吸收，没有异能的人，就算把晶石抱在怀里睡一夜，都不会有任何变化。看着赵小小还是一副懵懂的样子，我索性将带着解说超能力者新闻的手机递给他，在后者瞪着一双圆溜溜大眼睛。看完新闻视频之后，夏婉婉也在他面前演示了一遍力量系异能。在接受完自己可能是个超能力者的事实后，赵小小闭上眼试着感应了一下，但却没有任何反应。没事，也不着急，慢慢探索吧。我一边说着，一边从背包里掏出3块大晶石递过去，就当送你的礼物了。夏婉婉见状，也跟着挑了几块晶核递到赵小小手里，快继续吸收。队伍里多一个强大的异能者，大家的安全也会更有保障。在将这些礼物全部吸收完毕后，赵小小深吸一口气，鼓足勇气开口：那个，既然我有异能，虽然暂时不知道是哪一种，但总归是有超能力的，对吧？我茫然点了点头。所以你们能不能不要丢下我？我虽然现在是累赘，但是我会努力让自己变得不那么废物的。赵小小低头，手紧张的死死揪住衣服。我顿时扶额叹息，有些哭笑不得。我们什么时候说要抛弃你了？末世不当圣母，不代表我就要去做冷血动物。作为种花家的孩子，团结齐心，从古至今，先辈们也曾是齐心协力一起闯过来的。在不影响自己安全利益情况下，偶尔帮一帮不讨厌的陌生人也是可以的。外面一道闪电划过，漆黑的天空开始下起大雨。因为不确定这雨水是否具有腐蚀性和感染性，在确定当前商场是安全时，我们3人商议了一下，决定暂时住这。在此期间，我发现了赵小小的异能原来是速度系。赵小小只要一紧张，移动的速度就眼花缭乱的快，这个挺好的。要是遇到丧尸，至少可以跑得快。我浅笑着点评。经过几天的相处，我发现赵小小这人没什么城府，无比的单纯。我也不指望胆小的赵小小能在末世多厉害，只要求他不会拖后腿就行。经过几天的运用，他已经能熟练掌控自己的异能。说实话，这个异能还真的天选，非常适合赵小小。足足1个星期的等待，雨终于停了，我们又踏上了继续前行的道路，继续捕杀丧尸，获得能量晶核。刚收拾完东西，正准备离开时，就听见外面传来嘶吼声，还有各种夹杂的哭泣尖叫声。察觉到情况不对，我们几个躲进了商场内拐角处，透过门缝观察着一切。只见不远处一辆大巴车，旁边乌泱泱站着一群人，个个油腻脏乱，一看就是这几天吃不饱睡不好。更远处站着一个体型魁梧的丧尸，一看就是中阶丧尸。我眼睛瞬间发亮，真是缺啥来啥，像这种高阶晶核我可太缺了。生动的表情被一旁的夏婉婉尽收眼底，不用多思考，她都能猜到那绝对不是简单的丧尸。详细观察了一下外面情况后，我让赵小小躲在这里，自己则和夏婉婉出去杀丧尸。漆黑的商场门口此时一片混乱，恐惧笼罩在每个人的身上。一只丧尸朝着一对年轻情侣扑来，而青年在这个时候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女友，始终没有松开他的手。随着刺啦一声，丧尸的爪子抓破了他的冲锋衣，年轻男人抬起腿就是一脚，牵着女友就往另一边逃去。可是没有想到另一边还有一个丧尸，见状女友脸色惨白，随后松开了男友的手。你快走吧，别管我了。他已经不想再继续担惊受怕下去了，变丧尸就变丧尸吧，至少意识消失，再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。男人咬咬牙，深深剜了女友一眼，猛地后退几步，下一秒竟从混乱中拽回个孩子。丧尸扑向女友的瞬间，他狠狠把孩子往前一推，年轻男人心头一跳。男孩仰头望丧尸时，他动作近似迟滞了半分，是错觉吗？下一秒，砰！杀猪刀从天降，丧尸轰然倒地。我一个滑铲冲过去，趁丧尸挣扎起身，扬手就将铁锹砸下，随即小跑几步，捡起那把杀猪刀，扯过还在发愣的小孩哥，对着摇摇晃晃走来的丧尸大叔，手起刀落，轻松解决了这所谓的难题。我还有些发懵，这中阶丧尸竟比低阶的还不经打。忽然心头一动，下意识低头，与身后男孩四目相对。这10岁左右的孩子也太冷静了，被当作替死鬼推出去，脸上竟依旧淡然。总不能是小小年纪就人淡如菊吧？得救的人们在一旁激动不已，有人狂喜，有人痛哭。一个壮硕男人突然站出来：“你们是从商场里出来的？”我松开小孩哥的手，淡淡抬眼：“怎么了？”壮硕男人气势汹汹：“你还好意思问？你们俩既然有能力，为什么不早点出来救我们？但凡早一点，我们就不会死这么多人。”这话一出，周围人群像是猛然惊醒，纷纷围上来指责：“都是你们的错，是你们害死了我老公！”一个女人哭着扑过来要打我，夏婉婉刚要上前制止，一道模糊影子飞速撞来，女人瞬间被撞飞在地。从商场奔来的赵小小捂着头：“哎呦哎呦，好晕好晕！”眼看她要摔倒，夏婉婉快步上前扶住，眼中闪过担忧：“好点没？不是让你待在安全地方吗？怎么跑出来了？”赵小小忍着眩晕，嘿嘿一笑：“咱们是一个团队啊，有人欺负你们，我不能躲着。”
他胆子小是真的，但怕的是丧尸，不是活人。被撞的中年女人踉跄站起，继续怒吼：我老公就是被你们害死的，你们早点出来，他就不会变成丧尸，都是你们不负责任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嗤笑一声：搞笑？什么叫责任？我是你爹还是你妈？末日里还要负责你们的安全，都末世了，不想着自保，整天怨天尤人，等着被救，现实吗？这群人要是从第一个丧尸出现时能鼓起勇气，齐心合力，一人一脚，也比站着哭爹喊娘强。众人沉默时，壮硕男人不甘再上前：你少狡辩！新闻里政府呼吁异能者主动保护人类，你们有能力就该站出来。我懒得理他，这种人在末日活不长。对夏婉婉递个眼色，他心领神会，将铁锹从墙里拔了出来。之前卡在墙里的丧尸瞬间恢复自由，再次龇牙冲来，尖叫声响起，刚平静的人群又陷入骚乱。我站在一旁冷笑，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只觉讽刺。正要解决那丧尸时，一道蓝色闪电劈来，将其烧成灰烬。我挑眉转身，竟是老熟人。漆黑天空下，几辆车悄然出现，车上的人走来，一张冷峻的脸出现在人群前，身后跟着个妖媚女生，正是顾思妍和沈幼楚。表妹，好久不见啊！沈幼楚甜笑着，迈小碎步朝我跑来，伸手想挽我手腕时，我侧身躲开。沈幼楚一脸无辜的眨眼，眼中却闪过讥讽，故意扬高声音：我刚刚都看见了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说着径直走进人群，满脸歉意。我叫沈幼楚，是她表姐，替我妹妹给大家道歉，不嫌弃的话可以跟我们走。你们也看见了，顾哥哥有雷电系异能，能召唤闪电，我有疗愈系异能，能治伤，加入我们，以后不用再担惊受怕。众人顿时欢呼起来，你和朋友们也一起来吧。沈幼楚故作温柔，我勾了勾唇角，用不着。沈幼楚似早有预料，依旧温柔，姑姑也在基地呢，你们母女好久没见了吧？我一阵无语，这女人脑子有问题。我和那个名义上的妈本就没多少感情，上天没给我亲情，我也不稀罕。师我者永师，上一世沈幼楚就千方百计想接近顾思妍求庇护，这一世有两世记忆的她更不会放弃。他们凑到一起，我早有预料，现在正是木链发挥作用的节点。他觉醒异能，我毫不意外。对了，妹妹，你好像没有异能吧？沈幼楚笑得神秘，有没有关你什么事？夏婉婉冷声开口。沈幼楚斜睨他一眼，这女生是谁？前世没见过，末世里不出名就代表不厉害。对没用的炮灰，他懒得费心。其他人已陆续坐上顾思妍的车，这时那对情侣也过来劝，你其实很厉害，没有异能也能杀丧尸，我们握手言和，好好相处吧。我扑哧笑出声，和你做队友，我可不敢。年轻男人脸色骤变，大声辩驳，我那是没办法，只是想救人。对，你说的都对，用别人的命换女朋友的命，怎么不算救人呢？青年被戳中痛处，怒不可遏。你懂什么？这孩子有精神病，多重人格，要不是他父母一花钱求我保护，我才不管。他爸妈被丧尸咬时，他一滴眼泪都没流，就是个怪物，死了也活该。沈幼楚眼中闪过笑意，妹妹，他说的对，一个精神病小孩在末世就是累赘，死了就死了。一直安静站在我身后的沉默猛然抬头，漆黑眸子平静无波，嘴角却勾起诡异浅笑，快得让沈幼楚以为眼花。看着一行人浩浩荡荡离开，我转身掏出2双一次性橡胶手套，一双递给夏婉婉，一双自己戴上。我也要。赵小小伸出手，我们要在丧尸脑子里掏能量晶石。我解释道，很恶心，你会吐的。我知道。赵小小神色认真，我胆小不聪明，但可以学，不想一直当累赘，迟早要和你们并肩。他早暗暗发誓，要成为配得上白宁他们的朋友，哪怕慢一点，也要努力前行，绝不后退。他坚持，我没理由拒绝，又从背包里掏出一双手套递过去，我也要。这次是小孩哥，你一个孩子，别碰这些。赵小小下意识拒绝，没想到白宁真的也给了小孩哥一双手套，连夏婉婉都有些意外。白宁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我淡淡嗯了一声，见我没改主意，众人不再多言，安静清理现场。你叫什么？我低头手上不停。大姐姐，我叫洛尘呀。男孩抬头冲我笑，你撒谎。我脸色平静。夏婉婉和赵小小同时停手，齐刷刷看来。小孩哥僵了一瞬，依旧人畜无害。大姐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微微一笑，小孩子不可以说谎。洛尘早就死了，对吧？是你这个副人格杀了他吗？不是的，我没有，是他自己胆子小，被丧尸吃人的画面吓到，是他自己不想活。小孩哥激动的脸通红，主人格自杀，副人格才得以取而代之。我笑意更深，现在可以告诉姐姐你叫什么了吧？总不能一直喊你小孩哥。小孩哥抿了抿唇，我叫沉默。小沉默，告诉姐姐你什么时候觉醒的精神系异能？我一边说，一边从空间取水清洗晶石。精神系的。另外2人同时停手，竖起耳朵。沉默震惊，大姐姐好厉害，怎么什么都知道？
随即老实回答：主人格死后，我取代他的第2天就发现了。我满意点头，站起身。我问完了，一直是大姐姐在问。陈默忍不住反问：你怎么知道这些？难道你也有异能？是读心术吗？不是啊，我淡定耸肩，我不知道啊。陈默诧异：那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嘿嘿一笑：我诓你的，没想到你啥都说了。陈默一阵无语，满头黑线，这个姐姐是大骗子，再也不理她了。吃饱喝足后，陈默忽然问：大姐姐，你的异能是什么？为什么我看不清楚？我没异能，你当然看不见。我笑着解释：不对。陈默摇头：你知道的，我是精神系异能，能看见所有人的异能。说着伸出手指向夏婉婉：双异能，一个是力量系，另一个看不清。又指向赵小小：还有你，速度会很快，也是双异能。众人异口同声惊呼。小孩哥一本正经：我的眼睛不会错。沉默的话让我陷入沉思。精神系异能分好几种，有厉害的，也有怪异的。我虽不甚了解，却信沉默不会骗我。这消息实在劲爆，沉默竟能看见未觉醒的异能者，看不清楚是什么意思。我以后会有好几种异能吗？小孩哥屏气凝神盯着我眼睛，僵持了好几分钟，望着他漆黑如渊的双眼，我忽然有种预感，沉默的精神系异能将来会碾压同为精神系的顾思言。还是看不清，我感觉你的异能比木姐姐的还多还复杂。小孩哥如实说。这样啊，我有一点点失望，不过也没什么，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。谢谢你。沉默弯了弯唇，好像还挺喜欢被摸头，很舒服，像是被人在意了。随即猛然惊醒，这是什么怪癖好？有了小孩哥加入，3人小分队变成4人。室外一片漆黑，不知哪个拐角就会撞出丧尸。夏婉婉从废墟里找到辆有钥匙的小轿车，带着大家继续打野。车开得很慢，路上见落单或数量少的丧尸，我就带他们下车解决。收集晶石，前面好多丧尸尸体。夏婉婉惊讶道。我转头，一股刺鼻恶臭扑面而来，看样子这里不久前遭过轰炸。末世来临，官方会派部队救被困民众，可惜被困的人太多，瘫痪的城市数不尽，救援队里也不时爆发病毒，人类的自救与互救显得如此渺小。还是那句话，末日坐以待毙不可取。我掏出手电筒，蹲下仔细观察地面，焦黑一片，丧尸不断头就不死，看来他们花了大力气轰炸。又从空间掏出几把铲子递给大家，开始在残骸里翻找。白宁，都这样了，晶石会不会被炸没了？赵小小好奇问。我摇头，不会，丧尸晶石不是普通材质，只有异能能毁掉，现代科技不行。沉默握铲子的手顿了顿，冷不丁开口：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这些连专家都还没研究出来。我动作一僵，转头冲他笑了笑，没等他回应，旁边传来惊呼。赵小小捧着颗粒之大的晶石站起，满脸惊喜。这时不远处的夏婉婉也挖到个鸡蛋大的晶石。在末世前，这里应该是个小广场，能让上面出动轰炸机来摧毁。当时这里应该是聚集了超级多的丧尸，那我们岂不是捡漏了滔天富贵？众人意识到这一点，顿时干劲十足，卯力8减残肢断臂。赵小小大概是速度异能的缘故，挖晶石的动作越来越快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半小时后，终于清理干净。我从空间取出大麻袋，把晶石全装进去，准备找地方清洗。大姐姐，你是不是早知道会有末世？小孩哥仰头望我，面对沉默的问题，我只笑不语。沉默漆黑的眼睛紧紧盯着我，姐姐，你该不会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吧？我被逗笑了，借你吉言，真希望有这能力，那样在这人皆自危的末世，我岂不是能横着走？赵小小歪着头，突然像是想到什么。你在末世来临前提前准备好了这么多东西，细致到感觉你几乎什么都不缺，怎么那么像小说啊？而且你好聪明啊，什么都知道。哎，差点以为你是以前经历过呢。我们一边闲聊，一边坐上了车。另一边，刘芳激动地从椅子上弹起来，一把抓住沈幼楚的肩膀。你说什么？你见到小宁了？她在哪呢？太好了，女儿还活着。她就知道小宁不会死的，她从小就那么坚强，没有学费自己挣，吃不饱饭就自己想办法。明明条件那么艰苦，可她的小宁却依然很好的活着长大成人。她家小宁果然很厉害，看来她以后有人靠了。她越想越开心，要不是沈幼楚是个靠不住的狠心丫头，她也不会那么思念自己的亲生女儿。看着姑姑这几天没有睡好的眼睛布满了红血丝，再一联想之前白宁的态度，沈幼楚心里突然畅快了不少。大家都回来了，姑姑呀，白宁妹妹她不想回来呢。刘芳焦急万分，她为什么不想回来？你难道没有告诉她我在这里吗？说了呀。沈幼楚充满恶意的笑了笑。姑姑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原本妹妹还有想和我们一起走的念头，可是一听到姑姑你也在基地，她就瞬间改变主意，死活不肯和我回来。你说什么？刘芳如遭雷击。沈幼楚巴不得这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差一些，最好是以后见面后恨不得掐死对方才好。于是她继续火上浇油，表妹好像特别讨厌你啊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她又没有异能，万一哪天一个不小心就被丧尸吃掉了。不会的。刘芳从震惊中回过神，脸色惨白。小宁不会的。
的，他的女儿，他这个当妈的难道还不清楚吗？依稀记得很多年前，白宁有一天放学回来，带着满身的伤痕，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，身上更是脏兮兮，仿佛是从泥巴坑里滚了一圈回来。那个时候，小宁告诉他有人欺负他，而刘芳只是厌恶地瞪了他几眼，并且说道：“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为什么他们就欺负你，不欺负别人？”事后也没有替自己的女儿解决这件事。后来的某一天，白宁再也没有狼狈可怜地回来，他干干净净，日子仿佛又回到了以前。他的小宁多厉害，明明他什么都没插手，但他的小宁依然自己解决了。这说明什么？哪怕天塌下来，他刘芳的女儿也可以自己顶起来。所以小宁肯定不会死。但一想到女儿不理他，刘芳火气瞬间窜上来。他翅膀硬了是吧？这个赔钱货，早知道当初会生出这么一个玩意来，还不如在肚子里的时候就打了他。刘芳气不打一处来，用尽这辈子所有的脏话，一个劲地辱骂着自己的女儿。沈幼楚偷偷把手机录音打开，然后把手机反扣在桌面上，以后一定要把这段录音打开给白宁好好听一听。他很想看看白宁伤心的样子。杀人哪有诛心好玩啊？沈幼楚嘴角控制不住的上扬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清脆动听的女声响起：“你们回来啦！”说完就朝着顾思妍的方向奔了过去。沈幼楚的脸色瞬间黑下来，又是这个孙梅。沈幼楚记得这个女人前世貌似就是顾思妍团队中的成员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，沈幼楚笃定她有异能，所以这一世在路上遇到被丧尸追着啃的孙梅，她才会主动请求顾思妍就医救对方，顺便在她面前加深自己温柔善良的印象，好让她刷对方的好感。可是让沈幼楚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孙梅这个女人居然觊觎她看中的男人。早知如此，还不如就让这个狐妹子死在丧尸堆里。想着孙梅还没异能，沈幼楚在脑中盘算着这几天该怎么把人丢出去。顾思妍淡淡应了一声，随后便脱下外套搭在手腕间，径直上楼。你有没有受伤啊？顾哥我……孙梅还想追上去，结果被沈幼楚给堵了个正着。你干什么？眼看着顾思妍上楼了，孙梅顿时垮着一张脸。孙梅，顾哥有雷系异能，我有水和疗愈双异能，就连高磊和陈明也在昨天晚上觉醒了异能。他拉起对方的手，眼里满是关切。孙梅，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觉醒异能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会不会我压根就觉醒不了？孙梅有些恍惚，你难道就不想和我们并肩前行吗？沈幼楚的声音仿佛具有蛊惑人心的作用。见孙梅的表情有点松动意味，于是他再接再厉蛊惑，没有异能的普通人什么都做不了。孙梅，你说这样的人会成为顾哥的心腹吗？会成为顾哥在意的亲近队员吗？那怎么办？我不想和他们一样成为顾哥心里可有可无的陌生人。孙梅抓住他的手，语气焦急。听完沈幼楚的一番话，孙梅的心都凉了半截。虽然她有男朋友，但她是真的喜欢顾思妍啊。顾思妍不仅长得比她男朋友周明帅气，还是末世中第一个拥有异能的人。他有钱有颜，还很有实力。大家现在喝的水、吃的食物，全部都来源于他带领着大家出去寻找。这样的一个男人，身上的荷尔蒙深深地吸引着孙梅。为了可以更好地接触顾思妍，她已经用手机发信息单方面和男朋友周明分手了。为了防止被纠缠，甚至直接拉黑删除周明。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们都是如何获得异能的啊？我也想和你们一样矮。孙梅望着沈幼楚，眼里满是渴望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但是不知道行不行，你愿不愿意尝试一下？沈幼楚浅浅一笑，当然愿意啊。孙梅眼神发亮，能获得异能这种大好事，怎么可能会不愿意？看着他兴奋的表情，沈幼楚勾唇一笑，蠢东西，去奈何桥上找异能去吧。沈幼楚拉着他的手，今晚夜里2点在后花园见。按捺不住自己的欣喜，孙梅激动地点点头。我们找了个没人的旅馆，把里头检查一遍，又打死了2只丧尸，然后选了个最大的房间住下，开始数麻袋里头的晶石，106颗晶石。赵小小瞪大眼睛，我感到有些意外，比我想象中的要多一些，但这是好事。分好之后，他们3个手握晶石开始吸收，至于我照样是把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全部塞进空间里。不知不觉中，白宁的空间里面已经塞了一大堆丧尸晶石。刚开始我还会耐心地把晶石放在准备好的框子里，可随着数量越积越多，我也就懒得收纳，干脆全部放在地上。现在去看，空间的晶石堆成了一个小土堆形状。吸收完毕后，我们一个个开始在宾馆里面游荡，顺便看看有没有什么值得用的工具。我本来没多大期待，毕竟我空间该有的都有了，但让人没想到，这个宾馆里头还真有些东西不一般。我去，这宾馆老板涉黑啊！小孩哥站在墙边目瞪口呆，起因是沉默用精神异能察觉到顶楼有个墙壁有问题，然后夏婉婉直接几拳头把墙给凿开了。等我们进来后，才发现是个暗房，里面居然全部都是武器，整箱的十字弩，还有其他一些锋利的刀具，半人高的大砍刀居然都有，人手一把，其余的全部被我收到空间里储存着。夜晚到来，好在这家宾馆没有停水，我们都去洗了个热水澡，然后闭上眼，大家都躺在床上沉沉睡去。我其实睡得并不算安稳，而是做各种奇奇怪怪的梦。梦里我看见沈幼楚回去之后告诉刘
刘芳，说我故意不跟着回去，然后我那个名义上的妈当着一群人的面对我破口大骂，什么难听的脏话都骂了出来，还梦见沈幼楚拉着孙梅大半夜不睡觉去了后花园，然后带着她翻墙偷偷离开所谓的基地。画面再次一转，到处都是丧尸，一个个异常兴奋，朝着同一个方向围攻。看清丧尸围攻的方向，我皱紧眉头，只觉得异常熟悉，老旧的楼房，酒红色的窗帘，还有门口的大海报。然后下一刻我猛然惊醒，只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会做这种荒诞却很真实的梦？真实到我惊醒过后还是觉得恍惚，回头看了一眼其他人，发现大家还在熟睡中。就在我刚准备再睡一个回笼觉时，余光突然瞥见阳台，只见一抹酒红色窗帘映入眼帘。等等，酒红色的窗帘，我心中一惊，随后立刻从床上翻身起来。怎么了？白宁？夏婉婉是第一个被吵醒的，她迷迷糊糊地从床上坐起来，看着我心神不稳的样子。夏婉婉立刻打开灯，上前扶住我的肩膀，一脸关切。梦了吗？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这里会被很多丧尸包围住。我皱了皱眉，神情严肃。赵小小揉了揉眼，会不会是你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了导致的？我摇了摇脑袋，不知道，但是那个场面实在是太真实，我们要不还是换个地方吧？睡得最熟时被人忽然喊醒，还说要换个地方，按照正常人来说都会不愿意的，毕竟那只是一个梦而已，又能代表什么呢？但他们不是普通人，他们无条件信任白宁。在我提出要换地方时，大家就开始动手收拾，没有一句怨言。我拨弄着手中的十字弩，刚刚做梦的时候，其实有梦见自己使用这个，原本还不会用十字弩的我，不知道为何忽然间好像觉得这个也没多难，是因为梦里的自己已经演示过一遍的缘故吗？突然间楼道里传来了怪异的声音，似乎是有人正在朝着这个方向逃跑。我连忙拿着手里的十字弩，迅速来到门口，玻璃碎裂的声音在安静的夜空下显得尤为清晰。有人翻窗从1楼进来了，外面有丧尸在靠近，看样子这群丧尸是被那个人吸引过来的，现在在逃跑，可能已经来不及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立刻把门反锁，然后把房间内一切可以移动的重物全部搬过来抵住，接着二话不说就拾起手中的十字弩靠近窗户，调整了一下位置。从未使用过这个杀伤性武器的我，回想了一下梦境，根据梦里的自己有模学样，低头瞄准了最近的那只丧尸的脑子，随着咚的一声，丧尸脑袋迅速倒地，一切都行云流水。沉默眼睛死死盯着我，眼神充满了惊讶和崇拜。白宁姐姐好厉害啊！赵小小同样是满脸的震惊看着我，她从来就没见过像白宁这种临危不惧的人，这心理素质和学习速度，再给她10年都做不到。就在他们愣神的功夫，我已经接二连三不间断地射杀了7只丧尸。夏婉婉看着我演示了几遍，也拿起十字弩，找了一个位置，开始射击1楼那些丧尸。不过第一箭射歪了，只射在了丧尸的肩膀。不着急，咱们不缺钢弩箭，我淡定说道。在清冷的月光下，那些丧尸显得十分凄惨，一个个面目全非，身上布满干涸的血迹。这一批的丧尸比末世最开始的要强些，却又远远达不到中阶丧尸的实力，看样子是进化到了一半就因为吃不到人，无法继续汲取力量才终止了。虽然放任他们继续吃人，可以让脑袋里的晶核品质变得更高，但是显然我不会这样做，我会尽力利用手中的十字弩，能杀多少丧尸就杀多少，多杀一个丧尸，这个世界就多一份安全。上一世我和顾思言在这件事上就因为意见不合而争执过，后来顾思言表面上听了我的话，把圈养的那群丧尸给杀了，但实际上还是悄悄换了一个地方，然后瞒着我继续抓基地的普通群众去喂养丧尸。顾思言的野心很大，他认为在这个新法则的社会下，强者为尊，过去那些规矩都应该全部推翻。他想学古代那些君王，让世界变成他的囊中之物，所以他要培养出比高阶丧尸还要强大的存在，丧尸王。然后他再杀掉丧尸王，取出丧尸王脑袋中的能量晶石吸收，从而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异能者。他只在意自己能不能变得更强，所以面对自己的雄心壮志，死再多的人类都没有关系。短短的10分钟，大家已经射杀了几十只丧尸，到处都是溅出来的血迹。随着越来越多丧尸靠近这里，大家的射杀速度也愈发缓慢。我将手中的弩箭放下，随后从空间找到一桶汽油，我给这个桶开一个口子，然后你把它扔下去。夏婉婉应了一声接过，他是力量系异能者，这点重量或许别人搬不动，但他却可以轻而易举，一手一桶。我把枕头套取下来，缠绕在弩箭的尖端，然后系紧。赵小小立刻从背包掏出打火机，我将枕头套点燃。随着夏婉婉扔下去的那一瞬间，我手中的十字弩也对准了下面，随着砰的一声，下方顿时火势滔天。即使丧尸不怕疼，可他们本质上依旧是血肉之躯，被火焰灼烧到最后都会成为焦炭。看着下面的火势，夏婉婉只觉得手心好痒，忽然变得很激动，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在激动个什么劲。察觉到她的异常，我担忧看向她，不舒服，要不先回床上躺着休息一下。现在局势逆转，就算少一个人，大家也能对付过来。夏婉婉摇摇头，我也不知道。看着下面的火焰，我就像是被打了鸡血一样，有一种奇奇怪怪的冲动。我微微怔愣了1秒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之前陈默说过，他感应到夏婉
婉婉的身上有2种异能，难道是第2个异能要觉醒爆发了？意识到这件事后，我立刻说道：“那别憋着，你试一试，对着下面的丧尸，管他是什么异能，对着丧尸使用，总不能会出错，除非是水系异能。”听见我的话，夏婉婉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，然后抬起痒得不行的右手，对着下方屏气凝神。3秒过后，一道闪电划过地面，直接把下面几乎一半的丧尸都给轰得外焦里嫩。居然是雷系异能，我瞳孔骤缩，而且看这威力，夏婉婉所显现出来的雷电比那天顾思妍表现出来的要强大10几倍。夏婉婉你好帅啊！刚刚那一伸手，唰的一下就出现那么粗的电流。赵小小在旁边惊叹的鼓掌，夏婉婉也对自己的新异能很惊讶，似是察觉到大姐姐在看自己，沉默骄傲的挺起了胸。看吧，我之前说的没错吧？我说木姐姐有2个异能，她就真的会有2个异能。听见她的话，我则是想起了自己的状况。沉默之前也说过，我也会拥有异能，只是暂时没有觉醒罢了。不过她却看不见我的异能数量，这是为什么？总不至于是同时拥有一大堆的异能吧？这个念头刚出现就被我放弃了。就算是前世我见过最多异能的人，也仅仅是同时拥有4种异能，而且都不是杀伤性强的异能。异能越多，反而越杂乱低级，因为晶石吸收能量进入身体过后，一下子要攻那么多的异能，根本就吃不消。夏婉婉趁机再次尝试了几次，闪电一次比一次强，上百只丧尸灭的下面只剩下7、8只踉踉跄跄的丧尸，然后脸色已经肉眼可见的转向苍白，额头大汗淋漓。我将储存的晶核递了过去，我这里还有晶石，你快试着吸收，缓解一下身体的疲劳和难受。外面的丧尸已经被全部烧没，不过宾馆里头似乎还有些丧尸，时不时能听见传来的低吼声，不过感觉数量应该不太多。隔壁那个人死了没？我好奇问着小孩哥，人还活着，但是应该是逃跑的时候受了伤，现在体力不支，一直没有人疗伤的话，他可能离死也不远了。听到沉默这样说，夏婉婉攥着还在吸收的丧尸晶石站起来，随后转身对着身后墙壁猛地抬脚一踹，随着一声巨响，踹出了一个大洞来。我手握十字弩弯腰走过去，来到隔壁房间，你出来吧，现在很安全。随着眼镜男人站出，我微微挑眉，居然是个熟人，眼前的男人正是孙梅的男友周明。按照时间线算，这个时候的周明应该已经加入了顾思妍的队伍。难道说因为我和沈幼楚的重生带来的蝴蝶效应产生了什么变故？对于周明，因为在前世只有周明帮我说过话，在我因为疗愈体力不支时，也是周明站出来和顾思妍提议不要再继续下去。这个男生异能是疗愈和空间双异能，极度的内向，不爱说话。听说和孙梅是高中同学、大学同学，是被孙梅死缠烂打追求上的一个书呆子，后来被孙梅推出去送死。总之是一个比前世的我还要炮灰的存在。你有异能吗？我蹲下来仔细查看着对方身上的伤口。周明一脸懵，看他呆滞的表情，我丢给他一块晶石，握住它，试试看有没有反应。周明低头看着面前的石头，缓缓伸出手去触摸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诧，似乎是吓了一大跳，下意识将手中的石头给丢了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白年好心给你晶石，你怎么还扔了呢？赵小小冲上去捡回那颗小了一圈的晶石，变小了，怎么回事？等等，变小了！赵小小捂住嘴，你既然有异能，怎么还混到这个地步？周明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依旧一副呆滞模样。沉默往前凑了凑，盯着周明的眼睛看了好一会。怎么样？虽然我知道他具体是什么异能，不过直接说出来会显得太怪异，索性交给拥有精神系异能的小孩哥来判定。是双异能，治愈系和空间系已经觉醒了，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。我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，本来是想给你点药品，可是现在看来是不需要了，你自己试着疗伤看看。我自己怎么疗伤？周明依然是茫然无措。看过儿童剧《小魔仙》吗？我耐心的开始给他讲解。你就想象自己是会魔法的小魔仙，现在要用疗愈的魔法给自己疗伤，想象力有多大就有多大的能耐，你身上的伤能不能好全，就全看你自己的实力了。夏婉婉吸收完晶石走进房间，听到我这样怂恿周明，没忍住笑出了声。你这样好像在诈骗。周明嘴角抽了抽，也觉得面前的女生像诈骗犯，不过不知道为何他还是想照做试试。2分钟过后，周明身上的伤在众人的面前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愈合。好快！听到他的喃喃自语，我站在一旁说着，你要是把刚刚那个晶石吸收掉，这愈合的速度还能更快。忽然想到了什么，周明狐疑地看着我，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因为我认识孙梅，你是她男朋友。周明低下头，现在不是了。我点点头，看在前世关心过我的份上，我干脆把末世的一些求生之道全部传授给了他。另一边，漆黑的灌木丛里，孙梅害怕地咽了一下唾沫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我有点害怕啊。沈幼楚背对着他，在黑暗中扬起一抹笑。害怕什么？你难道不想觉醒异能吗？环境越危险，才更容易激活人的潜能啊。沈幼楚一直知道这附近有一只丧尸狗，这只狗嗅觉灵敏，是自己异化感染的，身上没有任何伤口，可以说是一只非常具有攻击性的丧尸狗。你别
怕，我就在那边等你，要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我立刻过去。说完，沈幼楚拨开孙梅的手，转身离开。走了几步过后，趁着黑夜没有人看见，他掏出事先准备好的裁纸刀，忍住疼痛，蹙眉在食指划破了一个小口子，让那些血液滴落在灌木丛上。这里离基地有一段距离，就算其他人听到声音赶过来，估计也只能为孙梅收尸。想到这里，沈幼楚心中一阵畅快。他滴完血之后，赶紧加快步伐离开了这里。来到小洋楼，沈幼楚抬头看了看楼梯，红唇勾起。深夜没有多余虫子打扰了，难道不该干些有趣的事情吗？于是沈幼楚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换了一套清凉魅惑的丝绸睡衣，坐在梳妆台给自己化了个精致的纯欲妆。随后来到顶楼，敲响顾思妍的房门，等了几秒，门被打开，有事。顾思妍的脸依然冷峻帅气。顾哥，沈幼楚娇软着嗓音开口，我睡不着，我刚刚做了一场噩梦，我好害怕。顾思妍抬手揉了揉眉心，这才注意到面前女人的穿搭，性感中又透着几分纯欲。作为一个成年男人，他顿时明白了对方是什么意思。我可以进来吗？沈幼楚往前挺了挺胸脯。顾思妍沉默了几秒，最后侧过身沉声说道，进来吧。另一边，在想了很多事情后，周明有些不安询问，我可以加入你们吗？在末世这个环境下，一个人单独面对肯定是危险重重，真到了绝境，连个帮手都没有，也不会有人来救自己。周明人品还可以，至少上一世从来没有见他做过什么损人不利己的事情，总是得过且过，没有什么野心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周明和夏婉婉有点像，都是那种活着可以，死了也行的慵懒感。随着众人都没有异议后，我冲着周明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4人小分队成功又添了一位异能成员。像是想到什么，我有些忍不住想笑。这算不算在和顾思妍抢人？经历一番大战后，众人都有些疲惫，纷纷回到床上休息。而躺在床上的我却怎么也睡不着。身边的所有人都拥有了异能，只有我没有。这个未知的异能怎么还不觉醒？闲得无聊，我干脆直接进入到空间里席地而坐，然后开始数晶石。手刚触摸到晶石上面，我就隐约感觉到了有些不一样。低头看着手心里头小了一圈的晶石，我沉默了好几秒，随后猛然惊住，我觉醒异能了，以为是自己的错觉。我干脆直接钻进那堆小土堆一样的晶石里头。20分钟过后，看着这么多天积攒的晶石，居然全部被自己吸收干净，可我却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异能。一个瞬移，直接从空间出去。沉默，你快帮我看看，我觉醒的是什么异能？白宁，你觉醒异能了。夏婉婉迅速站起身，其他人听到动静也纷纷凑了过来。沉默闭上眼睛感应了一会，片刻后睁开眼摇摇头，感应不出来。赵小小疑惑，怎么会这个样子？你不是精神系异能吗？沉默还是摇头，不知道。精神系异能也分好几种，它不是万能的。像白宁姐姐的这种情况，她还是第一次遇到。没关系的，白宁你也不要太着急。赵小小上前抱了抱我，柔声安慰，你没有异能的时候也是超级厉害呢，你是团队里的主心骨，有你在，哪怕你什么都不做，都能让大家心安。夏婉婉同样点了点头，扬起一抹清浅的柔笑，浅浅说的对，这事也急不来，刚好你现在可以多吸收一些晶石，就当提前做准备了，说不定等异能挖掘出来那天，你的异能一出场就是超级厉害的存在呢。第二天，沈幼楚是在顾思妍怀中醒来的。与此同时，楼下传来一声尖叫，顾思妍下楼查看情况，纵使有些不高兴，沈幼楚也不敢给顾思妍甩脸色，他也迅速穿好衣服起身追了出去。到了1楼看清什么情况，沈幼楚顿时脸色大变，瞳孔骤缩，只见洋楼大厅中站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，赫然是活着的孙梅。沈幼楚咽了一口唾沫，踉跄几步，像是想到什么，于是又迅速走过去，拉起孙梅的手，一脸关切，你没事吧？怎么身上都是血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我用异能给你疗伤。孙梅打掉他的手，随后红着一双眼，死死盯着沈幼楚，你去哪了？你不是说会等我的吗？孙梅不是傻子，他现在可算明白了，沈幼楚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要不是昨夜紧急关头爆发出了异能，他现在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丧尸了。四目相对，沈幼楚看见孙梅眼里的仇恨和愤怒，知道自己已经被发现，可还是装作关切的样子。我先为你疗伤好不好？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。你滚开！孙梅一把推开了他，你这个假惺惺的女人！白莲花。然后话语戛然而止，因为他看见差点跌倒的沈幼楚，居然倒在队长顾思妍的怀中，被他搂住，顺着沈幼楚敞开的衣领看过去，孙梅后知后觉发现了那些暧昧的吻痕。孙梅脸色瞬间苍白，居然被这个贱女人捷足先登了。顾思妍一个冰冷的眼神甩过来，孙梅就吓得不敢再说什么。沈幼楚揉了
柔柔一笑，我和孙梅之间有些误会。孙梅昨天询问我怎样才可以觉醒异能，我只能实话实说，没想到她昨晚真的就一个人跑出去了。不过看样子，孙梅你应该已经如愿了吧？孙梅脸色一僵，这才突然回过神来。没错，我现在也是有异能的人了。说完，孙梅就直接当着大家的面展示了一下自己的异能，是植物系异能，具有毒麻作用的藤蔓。昨天晚上她明明是和我一起出去的，说好会在旁边等我，但是后来我被丧尸狗盯上，使劲呼救，她都不在。孙梅泪眼汪汪地看着顾思言，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就直接被男人打断。都是队友要友好相处，故意搞事者滚出去。何况楚楚昨晚一直和我在一起。顾思言冷冷地撂下这一句，然后转身上楼。沈幼楚很得意，昨晚他不仅仅主动现身讨好了顾思言，甚至还告诉了他丧尸大脑里有晶石这件重要大事。现在可是顾思言的心头宝呢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孙梅扬起一抹勉强的笑容，走到沈幼楚的面前。我昨晚被那个丧尸狗吓惨了，记忆有些错乱，你别怪我好不好？幼楚。后者温柔地笑了笑，伸出手开始用疗愈异能给孙梅疗伤。你现在也有异能了，恭喜你啊，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份子。随后往前走了半步，凑到他的耳朵旁边小声说，你也是个聪明人，以后我们就是好姐妹了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顾哥哥会保护你的。潜在的意思就是他一句话可以让他生，也可以一句话送他下地狱，谁让他沈幼楚是顾思言的女人呢？我知道了。孙梅露出僵硬的笑容，点了点头，那以后我们就做闺蜜吧。看着孙梅转身离开的背影，沈幼楚笑着轻轻捋了捋头发，她可真善良啊，都已经和孙梅撕破脸皮了，还愿意继续收留对方待在基地里，这样的善良美丽的女人上哪找去？3楼房间里，顾思言坐在桌前陷入了沉思，她愿意当着大家的面承认沈幼楚是自己的女人。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昨晚的温存，而是因为梦。沈幼楚做的梦太奇怪，但是居然拥有预知的能力。末世来临后，他们在逃难途中遇到了一起，他说梦里的他会有超能力，可以操纵雷电。起初他还是没有当回事，结果后来成真了，他真的拥有了雷电异能。后来他还说他是双异能，还会觉醒一种精神系的异能，现在也成事实了。不过因为精神系异能很难琢磨，他不仅不熟练，甚至还没搞清楚窍门，所以目前也算比较薄弱。就在昨天晚上，沈幼楚又告诉他，丧尸大脑里会有一种晶核，异能者可以通过吸收里面的能量来提高自己的异能，所以他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吃过早饭后，几个异能者简单收拾了一下，就准备出去找丧尸了。10分钟过后，他们找到了昨天半夜被孙梅杀死的那只丧尸狗。顾思言上前手起刀落，果然有一颗晶石显露出来。顾思言握住晶石，几秒过后，闭着眼睛露出了享受的神情。看他是这个表情，沈幼楚笑了。身为一个顶级富二代，顾思言从小狂妄自傲，他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他，就是为了要让他明白他是很宝贝的，必须珍惜他。从一开始的异能，再到现在的能量晶石，一路走来的很多事都是他在出主意。忽然想起白宁那个小丫头，沈幼楚脸上的笑容加深，重活一世。这一次命运终于颠倒过来了，沈幼楚心中充满了得意。这一次站在顾思言身边的女人是他沈幼楚，以后成为团宠的女人也只会是他沈幼楚。至于白宁，哪里凉快带哪里去吧。2个半小时后，顾思言脸色阴沉，漆黑的街道上安安静静，别说是丧尸，连声丧尸独特的嘶吼声都没有听见。奇怪了，以前这条路上是最危险的啊，为什么现在连个丧尸影子都看不见了？高磊茫然不解。其实不仅是他，就连带着上帝视角的沈幼楚同样也是一脸懵，完全反应不过来。顾思言一双眉蹙起，隐隐有些不耐。换个地方，市中心的商场是丧尸最集中的地方，因为当时这里爆发丧尸危机后，人流量太大，被咬的几率也是最大。这个地方他们平时都不敢来，生怕来了回不去，可今天却一个丧尸也没看见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众人都齐刷刷看向队长顾思言，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在路上耽误了不少时间，先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物资吧。顾思言冷着眉眼，小楼里住着70多个人，女人负责洗衣做饭，男人负责崇拜顾思言，变相成为了他的小跟班。这是顾思言定下的规矩，他也很享受这种唯我独尊的感觉。可他现在心里有些不耐，忽然不太想收留那些普通人了，基地人员太多，也就意味着每天消耗的粮食增多。想到这，他忽然有些埋怨沈幼楚，这个女人非要给他弄那么多吃白饭的废物回来干什么？现在还得为了一堆废物去寻找物资。这座城市本来沦陷的就不是很凄惨，从头到尾全部丧尸加起来也就几千，而这些丧尸中，顾思言带领的队伍连人带动物加一起杀死的丧尸也都不超过100个，其余的除去被官方轰炸干净的那一批，基本上都是死于白宁那边。天真的顾思言一群人现在还不知道，今天明天包括以后，只要在这座城市就别想遇见丧尸，更别提挖出晶核了。另一边，我们一群人已经踏上了去其他城市的路途，在路上我们偶然遇到了一个房车，索性直接丢了黑色轿车，换成房车继续行驶。一路走来看见了许多临时搭建的安全区，不过我们并没有选择去，一来有白宁在，大家都不缺物资，二来是因为一旦
旦去了安全区，大家基本上就失去了自由。作为稀缺的异能者，到时候肯定会被官方安排上各种任务。很快到了饭点，陈默伸了个懒腰，从后边坐起来，凑过来伸手戳了戳我的胳膊。大姐姐，我有点饿。白宁点了点头，你们想吃什么？我都可以。周明扶了一下眼镜，赵小小舔了一下嘴唇，像是想到什么，犹豫了几秒，却最终什么也没说。都末世了，能有一口吃的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，所以大家不可能会挑食。看出来他是不好意思，于是我故意开口问，是想吃点清淡的，还是重口味一些的？赵小小眼前一亮，那就辣一点的吧，最好带点伤伤水水什么的。下一秒，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出现在众人面前。天哪，你怎么知道我想吃麻辣烫？赵小小满脸惊喜，白宁简直就是他的神。你们呢？想吃什么？不用不好意思，我空间就是一个大型仓库，里面准备那么多东西可不是为了当装饰品。沉默握拳，我要黄焖鸡米饭，还有可乐。周明低头，不太好意思的微笑。有淮南牛肉汤吗？有，都有。白宁一头钻进空间里，先把他们想吃的食物找到，然后拿了出来，紧接着又转过头去问夏婉婉，你想吃什么呀？刚把房车停稳的夏婉婉看了过来，眉眼温柔，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想了想，好久没有吃江南特色的农家小炒了，于是我从空间里端出2碗白米饭和4菜1汤，有荤有素，看起来食欲十足。一行人在路上吃吃喝喝，一路欢声笑语，来到了记市。刚接近，就看到高速口有几个丧尸在晃悠，听到动静，全部齐刷刷转过来，朝着我们这边靠近。下一秒就被夏婉婉挥刀全部解决。我从车上跳下来，捡起晶石，没有立即吸收，而是拿出手机对着上面拍了好几张照片。白宁，你要发朋友圈啊？赵小小凑过来，好奇的张望，以前杀了那么多丧尸也没看见白宁拍照，怎么这一次想起来记录生活了？我勾唇笑了笑，以我对沈幼楚的了解，他应该已经把丧尸晶石的事情告诉了顾思妍，而按照顾思妍的性子，肯定恨不得占据全世界所有的能量晶石，他是绝对不会告诉其他人的。既然不能拔得头筹，那我就干脆把消息散播出去，告诉全世界的异能者，这个时间节点散播消息，足够让自以为人上人的顾思妍气得呕血。咔咔一顿拍之后，我打开几个比较出名的社交网站，开始发布自己的言论。丧尸大脑里面的晶石可以提升异能哦，还专门用特效挡住脸做了个视频，详细告诉了网友异能大致分为哪几个种类，怎么对付丧尸，还有如何吸收晶核，足足录了1小时。这个视频一出现，当天就掀起了轩然大波。顾思妍看着网上热火朝天的评论，脸色铁青，死死攥着手机，别让我逮到你。作为一个聪明人，看见网上这些东西，他怎么可能还不明白为什么这座城市现在一个丧尸都没有，分明都是被这个离离原上草给杀光了。沈幼楚的脸色也不太好看，他一直以为这个世界只有他是重生的，不过现在看来应该还有一个重生者，那个人究竟是谁呢？看着网名，沈幼楚瞬间想到了一个人，难道是白宁？这绝对不可能，如果白宁也是重生的，他就不可能会看着自己选走最珍贵的木链而无动于衷，更不可能会看着强大帅气的顾思妍却什么都不做。有这么厉害的力量，能在极短的时间内杀光这座城市中的丧尸，根据他的判断应该会是一个男人。如果对方长相还算看得过去，他可以勉强让他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，毕竟这一世可要换他沈幼楚当世界的团宠，人人都爱他。倘若那个离离原上草是个女生，沈幼楚垂下眸，眸光透着危险的光芒，那对方就没有活着的必要了。回到基地，顾思妍看着这边的人，陷入了沉思，继续待在这里，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就能等到官方的救援了。可那根本不是顾思妍想要的，偏偏现在人类走向了一个新世界，顾思妍想变强，强到彻底主宰全世界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响起，恭喜宿主觉醒副本任务。什么声音？顾思妍一瞬睁大了双眼，恭喜宿主顾思妍绑定大男主剧本，请问是否要开启讲解？顾思妍无论心中在如何惊涛骇浪，面色依然不改。在确定周围人听不见自己脑海那道声音后，他在心里默念开启。宿主大大你好，你所在的世界其实是一本末世升级流小说，而我是你的天命系统，你想不想成为如龙傲天一般的大人物？后宫美女如云，权势滔天。顾思妍蹙眉，我需要做什么？众所周知，身为大男主，身边肯定会有一个玛丽苏女主相配，但是宿主大大你不是普通的大男主，你要想达成龙傲天那样狂傲霸气的命运，需要抢夺吸收玛丽苏女主的气运。正在为宿主查询中，查询成功。本世界的玛丽苏女主叫白宁，宿主你只需要让女主白宁爱上自己，她越沉迷你，身上的大气运就会被不断转移到你的身上，然后被你吸收。顾思妍的接受能力很快，在听到自己得到更多气运，甚至可以成为世界的主宰和穿越其他的3000小说副本大世界冒险后，她微微挑了挑眉，那好处都是我占了，那你要什么？宿主只需要再玩腻这个世界，选择离开前往其他小世界时，将这个世界所有汲取的气运贡献给我就可以了。这么说我会不老不死？是的，只要宿主可以吸取掉女主身上全部的气运，任务就算圆满完成，宿主将会
得到永生，3000世界任你挑选。顾思言勾唇一笑，拿捏一个女人而已，对他来说轻而易举。宿主需要注意的是，你需要在女主白宁爱上你过后，不断的去虐她的身心。女主因爱受伤的越凄惨，气运的转移也就越快。检测到本世界的女主白宁人设为娇弱凄惨小白花，请宿主加油攻略，早日成就大男主结局。另一边，听到这里时，我嘴角抽了抽，不知为何，5分钟前我莫名就能听到顾思言和那个奇怪系统的对话。虐恋霸总文，大学时期的我也是看过一些的，男主大多都是狂卷邪魅，帅气逼人，一堆外挂，但是对于女主就会失智，无论是在低级的陷害手段都信，然后开始误会女主。一般这个时候女主被误会也不解释，或者一个劲的解释说不是我，不是这样的，紧接着就开始虐心虐身，无论怎么被折腾人就是不死，永远会留着最后一口气，直到原谅男主，和那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主和美美在一起。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，如果可以，我真想仰天大吼一声神经病吧。我冷笑一声，那个系统恐怕注定要失望了。或许我是朵食人花，我白宁不会看上顾思言，前世不会，这一世更不会，况且命运才刚刚开始启程，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顾思言忽然睁开双眼，我在呢。沈右楚扬起美丽的笑容，柔情似水的凑了过去，白宁是你妹妹？顾思言目不转睛的盯着他，沈右楚脸上笑容顿时僵住，他就知道白宁那个女人果然心机深沉。沈右楚死死攥着拳头，他是不会让那个丫头得逞的。暗自下定决心后，沈右楚抬眸温柔一笑，对啊，她是我表妹，顾哥哥怎么了？顾思言沉思片刻，你把她的联系方式给我。说完他就掏出了手机。沈右楚嘴角的笑容越来越僵硬，眼底深处划过一抹嫉恨与狠毒，但面上却依旧温柔浅笑。我没有妹妹的联系方式，因为妹妹把家里人都拉黑了，不信你可以直接去问我姑姑，也就是她的母亲刘芳。先别说她确实没有联系方式，就算是有，她也绝对不会给她的。白宁，你这个狐狸精！沈右楚握紧拳头，眼中闪过一丝嫉恨。刘芳被喊到顾思言面前时，他整个人都是蒙圈的状态，根本不知道为何喊他。你能不能联系上白宁？顾思言眼神凉薄，漫不经心地转着手机。一听到是关于白宁的，刘芳的怒火瞬间升了上来。你说那个赔钱货啊，他现在翅膀硬了，说不联系就真的断了联。他这个死丫头连我这个亲妈都不要了，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啊？说着说着，刘芳的情绪越来越激动，到最后干脆直接一边哭一边嚎，就差当着顾思言的面前打滚了。真是个泼妇！顾思言一双眉蹙起，满脸都是不耐烦。半分钟后，看着这个中年妇女半点收敛的意思都没有，顾思言终于忍不住了，滚出去！随后抬手捏了捏眉心，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冷漠。刘芳整个人都愣住了，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然后猛然站起，连挥都没拍，直接麻溜的跑了。眼下没有其他的办法，顾思言只好同意了系统的提议。男人明明是末世最强大的异能者，却甘愿付出10年寿命，和系统交易天命女主白宁的所在位置，因为在他看来，只要后面成功让女主深爱上自己，寿命这种东西还不是手到擒来，这件小事对他来说轻而易举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远在巨世的我早已将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攻略姑奶奶我，呵呵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。就在我们一行人行驶到一处废弃公路上时，突然一声尖叫声从不远处传来，看见前面零散的几只丧尸正在扑向活人。夏婉婉毫不犹豫撞了上去，男人的尖叫声戛然而止。他本以为自己要没了，没想到关键时候从大路上冲来，大车救了自己一命。郑婷婷捂住嘴，逃出劫难的她眼眶里落下一行热泪。夏婉婉驾驶着房车来回好几趟，直到确定那几只丧尸彻底没动静后，她才踩了刹车，将车靠边停稳后，我们一行人陆续走下车，看清为首的白宁长相。郑婷婷下意识愣了下，转头望向吴强，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女生好眼熟？你们也太牛了吧，太厉害了！吴强在一旁激动的鼓掌，丝毫没在意到他在说些什么。我没有搭理他们，而是和夏婉婉折返回去，开始掏金石，干活才是最重要的。你们是异能者吗？郑婷婷走了过来，赵小小点头，我们是从其他城市赶来的，这里丧尸危机严重，安全区在什么地方啊？接下来的几分钟内，赵小小跟那两人大致了解了一下这个城市的情况，这里危险等级极高，丧尸大部分都是中阶丧尸，甚至还有几个高阶。末世爆发的那一天，有所中学刚好在开运动会，人山人海，到最后那场运动会无人生还，全部都感染了丧尸病毒，成为了没有神智，只知道乱啃人的丧尸。听说这里有一个什么大人物，所以轰炸根除计划也一直没有实施。你们是异能者的话，那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走啊？组团也安全一些啊。郑婷婷喜滋滋的上前要拉住赵小小胳膊，赵小小不习惯被陌生人这样接触，尴尬躲开笑了笑，大家又不是很熟。吴强挥挥手，大妹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在末日这种恶劣的环境下，大家就应该互帮互助才好嘛。对呀，郑婷
婷婷忽然转身小跑过去，拖了一个行李箱过来打开。你们看，我有很多食物，在安全区的房间里还有整整2箱的矿泉水，只要我们几个组团，这些东西也可以分享给你们。见没人说话，赵小小抿唇一直后退，躲在了夏婉婉的身后。都怪她太胆小了也不好，我的团队没有一个普通人，什么价值都没有的人进来了也只会成为一个累赘。我将清洗干净的晶石平均分好后，刚准备上车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惊呼：“你是白宁吧？”郑婷婷的反应夸张，一双眼睛瞪得极大，脸上挂着久别重逢的惊喜。我皱起眉：“你是白宁？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你小学同学郑婷婷啊！”说这话时，郑婷婷特意在小学2个字上加重了语气。我去年还听你表姐说，你还在服用抑郁症的药啊？我大就是3甲医院的主任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介绍？郑婷婷表面上带着关切，实则一双眼里深处充满了讥讽和嘲笑。过往尘封的记忆被打开，我的表情瞬间黑了下来。对方脸上有很重的整容痕迹，也难怪我认不出来。盯着郑婷婷看了许久，我什么都没说，转身就上了车。你就不怕我把你的秘密告诉他们吗？郑婷婷站在后面大喊，目光充满了威胁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下方，然后下一秒就举起了手中的十字弩，瞄准郑婷婷。你要杀我？你疯了！郑婷婷慌乱后退了几步，这里的摄像头可没坏。